未来5年，新加坡政府计划砸下整整370亿新元，全力压住科技赛道。当你还在为每天的日常开销、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担忧时，这笔巨额资金其实已经悄悄决定了你未来5年甚至10年的就业方向和饭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370亿新元，这个数字听起来可能有些抽象，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笔钱相当于我国 GDP 的1%左右，更是一笔足以重塑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巨款。大家如果平时有关注科技新闻，应该会注意到一个非常魔幻的现实。现在全球的企业，不管是硅谷的科技巨头，还是跨国金融机构，目前都在疯狂的裁员和缩减开支，大家都在准备过冬。但是在这种全球科技寒冬的大背景下，新加坡却反其道而行之，将科研预算大幅度提升了32%。这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宏观经济数据，也不是政府随便喊喊的口号。在资本的世界里，资金的流向就是未来高薪领域的风向标，钱往哪里流，高薪的岗位就在哪里诞生。今天我们就来深度硬核的拆解一下这370亿巨资背后的4大核心科技赛道，到底有哪些真正的新机会？你的行业会不会被洗牌？作为一个普通打工人，我们又该如何提前布局，接住这波时代的红利？在深入分析这4大赚钱赛道之前，我们必须先要深刻理解新加坡这个国家底层的生存焦虑。大家知道，我国的国土面积只有区733平方公里，在世界地图上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红点。我们没有石油，没有天然气，甚至连日常饮用水都需要依靠进口。在过去，我们依靠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做着金融中转和自由贸易的生意，赚得盆满钵满。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正在发生剧烈的震荡，全球供应链一旦发生重组，或者逆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如果我们仅仅依赖传统的转口贸易和金融服务，我们的经济就会面临极其脆弱的巨大风险。因此，科技立国在新加坡从来都不是一句漂亮的口号，而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核心战略。根据新加坡政府最新公布的 RIE 2030，也就是研究创新与企业2030计划的规划，这370亿新元的每一分钱都经过了极其严格且精密的结构化分配，其中29%的资金将直接投入到4大重点科技领域，24%用来支持本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最值得一提的是，另外还有20%的预算是专门用来直接协助企业进行商业转化的。大家要知道，很多高科技项目往往死在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路上，也就是所谓的死亡之谷。新加坡的这种资金分配模式，完美解决了科研成果难以商业化的问题，确保了砸下去的每一分科研投入都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和就业岗位。在目前全球资本都在勒紧裤腰带缩减投资的寒冬期，新加坡却用创历史新高的预算，向全世界外界传递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那就是我们必须掌握技术的主动权，绝不能在未来的科技浪潮中掉队。那么，这笔足以改变国运的巨额资金，具体流向了哪些产业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重头戏，也就是制造与数字经济领域。一提到半导体和芯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会想到台积电、三星正在疯狂内卷的3纳米、2纳米甚至1纳米的先进制程，甚至有一些声音认为，新加坡在半导体制造这一核心领域已经彻底落后了。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要知道，先进制程不仅需要极其庞大，甚至可以说是无底洞般的资金投入，它更是目前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绝对焦点。作为一个小国，如果盲目跟风去烧钱拼先进制程，那绝对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新加坡非常聪明地选择了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那就是捡漏与错位竞争。政府这次直接拨出8亿新元，全力发展功率半导体和特种微电子。什么是功率半导体？简单来说，无论是现在爆火的新能源电动车，还是耗电量惊人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甚至是智能电网，都需要功率半导体来精准控制电源和转化能量。这不仅是一个利润极高的蓝海市场，而且避开了大国的锋芒。目前，新加坡已经悄无声息地占据了全球10%的芯片供应，以及全球20%的半导体设备市场份额。我们根本不需要去争夺什么先进制程的全球排名，牢牢掌握住全球供应链中这些不可或缺的关键组件，才是闷声发大财的最务实做法。接着我们再来看看人工智能赛道。在人工智能领域，新加坡目前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我们已经是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准备度排名第1的国家。目前本地已经密密麻麻地集聚了近500家 AI 初创公司。未来5年，
政府还将有高达10亿新元的专项资金，直接投入到 AI 的基础研究和商业应用中。如果你去过榜鹅数码园区，你就会发现那里正在疯狂地吸引全球顶尖的科技企业入驻。在 AI 这盘大棋上，新加坡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晰且理智。我们知道自己没有硅谷那样的算力和数据霸权，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去死磕开发出下一个超越 GPT 的大型语言模型，但我们要做的是建立最完善的 AI 监管框架和应用场景，成为所有国际顶尖科技企业进入亚洲市场的首选枢纽和超级大脑。经济发展的宏大方向已经确定了，那么与我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又该如何通过科技来解决呢？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是推动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双引擎，而接下来的生物经济和城市解决方案，则直接关乎着我们这个国家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更是直接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只要是生活在新加坡的人，无论你是本地公民还是外籍人士，都能深刻地感受到我们目前面临的2大极其严峻的社会挑战。第一是人口的急速老龄化，第二就是各行各业普遍面临的人力资源短缺。大家平时去楼下的食阁或者咖啡店吃饭的时候，可以仔细观察一下，现在从事清洁工作、收盘子的年长者是不是越来越少了？很多时候甚至根本招不到人。为了彻底解决这种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结构性问题，政府开始在社区里大规模、强制性的引入更多前沿的科技应用。比如，新加坡目前已经全面开放了自动驾驶的商业化测试，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社区里的穿梭巴士、主屋楼下的物流配送车，很可能都会全面采用无人驾驶技术。请注意，这绝对不是政府为了向外界展示什么炫酷的黑科技，而是因为我们真真切切地面临着巴士司机严重短缺的实际生存问题。科技在这里是用来救命的。再来看看生物医药方面，新加坡凭借极佳的营商环境，早就吸引了强生、葛兰素史克等一大批国际制药巨头在这里设立亚太总部。这次的370亿预算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将重点投入到健康长寿项目和前沿医疗科技的研发中。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搞医疗？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未来的医疗负担将是天文数字。只有通过科技手段，提前干预并提高国民的健康寿命，大幅度降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发病率，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控制住未来国家整体的医疗支出。只有这样，大家辛辛苦苦存下的公积金账户里的钱，才能真正安稳地用于享受退休生活，而不是全部交给了医院。可以说，科技在应对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实际作用，整个产业也因此实现了全面升级。那么问题来了，产业升级了，机器和 AI 代替了人工，那我们本地劳动力的发展空间到底在哪里？我们的饭碗还能保得住吗？讨论完宏大的产业发展蓝图，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大家最关心的切身利益上，也就是人力资源规划。在这次370亿新元的庞大预算中，有足足10%的资金是专门用于本地人才培养和顶尖海外人才引进的。我知道，现在许多本地的白领和专业人士对当前的就业市场感到非常焦虑和担忧，大家最害怕的就是源源不断的海外精英人才涌入，会无限度的挤压自己的生存空间，抢走自己的工作机会。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在过去的短短2年时间里，新加坡政府针对外籍人士的就业准证，也就是 EP 以及 S 准证的薪资门槛，进行了多次阶梯式的强硬上调，甚至还推出了极其严格的打分制度。这一系列动作其实向市场释放了一个极其明确且强烈的政策信号，那就是新加坡依然极度渴望且需要那些真正能推动产业发展的顶尖专业人士和技术大牛。但是同时，政府不断提高准证门槛，也是在用实际行动为本地核心就业群体构筑一道坚固的保护墙。不过，有了这道保护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停止学习了。残酷的现实是，如果你的日常工作内容主要还是那些机械的、可预测的重复性劳动，比如基础的数据录入、初级文案或者简单的行政审批，那么无论有没有外籍人才的竞争，你被人工智能直接替代的风险都会呈指数级上升。未来真正能够拿到高薪的职位，将高度集中在人工智能应用、绿色能源转型、高端精密制造以及医疗科技这4大核心领域。所以，与其每天在焦虑中担忧市场竞争，不如立刻行动起来，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丰厚技能培训补贴，也就是大家的 Skills Future。你可以通过系统的学习，迅速掌握这些新领域的核心专业技能，完成职业生涯的华丽转身。大家觉得在当前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下，作为一个普通人，
想要跨行进入这4大黄金科技领域，最大的挑战到底是什么？是年龄、资金还是学习能力？欢迎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深度讨论。回顾历史，新加坡的每一次腾飞，从来都不是依靠上天赏赐的自然资源，我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极具前瞻性的长远战略规划，以及极其强悍且高效的政策执行力。这笔高达370亿新元的巨额拨款，绝不仅仅是一串冰冷的财政数字，它是新加坡整个国家面向未来10年甚至20年国运的最重要的一笔风险投资。作为这个时代浪潮下的普通个体，我们确实显得非常渺小，我们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去改变宏观的经济周期，也无法阻止全球化的退潮或者人工智能的爆发。但是，我们绝对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我们可以决定在接下来的5年里，将自己最宝贵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哪些真正有前景的领域中去。只要你深刻理解了今天我们拆解的这4大核心科技领域，你就能像开了上帝视角一样，清晰地看透未来10年新加坡乃至整个亚洲的经济财富流向。与其继续停留在那些内卷严重、利润微薄的传统夕阳行业中，每天面临着被降薪裁员的巨大压力，不如趁早认清现实，主动拥抱变化，积极适应整个经济结构的底层转型。看完这期深度硬核的视频之后，在你心里，你最看好这4个科技赛道中的哪一个？或者说，为了保住未来的饭碗，你目前正在考虑向哪个全新的方向进行职业转型？欢迎在评论区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分享你的焦虑与计划。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视频的深度分析对你的职业规划或者投资认知有那么一点点的启发和帮助，请务必动动手指订阅本频道，并点赞转发给你的朋友，这样你就绝对不会错过我们下期关于新加坡宏观经济与科技创新的深度硬核内容。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